浪荡子韦冲因误杀罪入狱，被判了3年08个月，但他为人放荡散漫，进了局子仍然不老实。警长有意杀着他的威风，要将他和一个独眼老头关在一起。这个老头看似普普通通，实则是个1等1的武林高手。韦冲不知老头厉害，走过去铺开席子就要睡在老头旁边，却见老头抓住席子稍一用劲儿，韦冲顿时人仰马翻，他爬起来要找老头算账，不想老头身手敏捷，先是拿起席子将韦冲戏耍一顿，接着突然变招，四肢着地，像一只猿猴般在牢房上蹿下跳。韦冲还没看明白是什么招式，就被一脚踢飞，只能睡在水桶旁边。狱友提醒韦冲，独眼老头是个死刑犯，性格孤僻又极度战强，最好不要招惹他。可韦冲好了伤疤忘了透，偏要继续挑衅老头。他使出3脚猫功夫，想要一展身手，结果只是班门弄斧，没有碰到老头一下不说，反而被压在椅子下动弹不得。这下韦冲终于老实了，换了间牢房躲开老头。但这天老头突然主动找上他，说自己明天就要被枪决，要将半块木片交给韦冲。见韦冲一头雾水，老头又告诉他，出去后找集另外一片，到10月将2块合在一起，自会明白其中的奥妙。老头之所以要交给韦冲，是因为看中他倔强勇敢的个性。当老头被押赴法场，韦冲怅然若失，他目送老头慢慢离去，只听几声枪响，一介武林高手就此陨落江湖。韦冲意外获得木片，有事没事总爱拿出来琢磨，不想一次在外边干活时被2个狱警盯上，他们强行对韦冲动手，逼他交出木片。韦冲哪肯从命，当即突过长鞭进行反击，正抽得起劲儿，一个持枪狱警闻声赶了过来，与韦冲所在一起的囚犯周伦见势不妙，一爪将这名狱警打趴，拉着韦冲就逃了出去。两人一路狂奔，足足10余里才停下。接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连着2人的脚镣弄个。他们各自砸了半天也没有半点进展，只能起身继续赶路，另讲他法。但很快2人就因方向问题起了争执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偏要往西。让韦冲没想到的是，周伦也会一节武功，双方半斤8两，最后2败俱伤，只能相互妥协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男子突然来到警区，此人乃是黑虎帮帮主童黑风，来此的目的正是为了老头的半块木片。当得知木片落到逃犯韦冲手中，他立马派出手下全力追捕。2个男人找到一家铁匠铺，想要铁匠帮忙打开脚上的铁链，但铁匠一眼认出他们是逃犯，害怕惹祸上身，不肯出手。2人死皮赖脸赖着不走，只逼得铁匠直接动手赶人。但铁匠5大3粗，身手远不及2人灵活，空有一身力气，却无用武之地，反倒用力辅助2人斩断了铁链。目的达成，2人扬长而去。独留数针的铁匠在地上捶胸顿足，解开枷锁。韦冲当即要跟周伦分道扬镳。在他看来，周伦正好是在老头行刑那天入狱，又在看到木片后助他越狱，多半是别有用机。韦冲没走多远，在铁匠铺得知行踪的黑虎帮就追了上来。3人开门见山，既不要钱也不要命，只要韦冲交出木片。韦冲自是不从，但奈何对方人多势众，以一敌3之下，不一会儿就落入下风，眼看就要被活捉。周伦恰时出现，在他的帮助下，韦冲压力骤减，虽能勉强支撑，但这样耗下去迟早还是会败。他瞅准时机，直接扔下周伦，越墙而泣。韦冲逃至一处小镇已是深夜，却见一家店面格外引人注目，两边还贴有对联，上联热气腾腾，香飘四溢，下联炮声隆隆，威震八方。就在韦冲驻足的功夫，老板娘已经凑上前来。韦冲半推半就地走进店里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索性点了一个功夫小妹要跟他起手武艺。第2天早上，韦冲心满意足地出门，不想再次遇到黑虎帮拦路，可他此时精疲力竭，哪儿会是这帮人的对手？没几招就被打趴在地。关键时刻，周伦再一次出现，眼看手下一时难以取胜，童黑风亲自出马，他一手长棍虎虎生威，以一敌2游刃有余。韦冲心生不妙，他故技重施，再次选择溜之大吉。可这一次周伦早有防备，趁童黑风分神之际，也立马跟了过去。2人合伙抓到一个追兵，从他口中得知的木片的秘密。25年前，黑虎帮和铜壁门是死对头，为了却恩怨，2位掌门相约长白山决一死战。双方大战100招未分胜负，但铜壁门马少天招式更为犀利，最后以一招雄风贯耳直击黑虎王命门。但黑虎王临死之际拼尽全力，回手一棍戳瞎了马少天的右眼。马少天就是老李被枪决的老头，而童黑风正是黑虎王的儿子。他如今对木片穷追不舍，是想将与通背门有关人员一一揭秘，替父报仇。
听到这些信息，周伦不再隐藏身份，竟从怀中掏出另外半块木片。原来马少天是他的师叔，当日进监狱完全是他故意伪之。两人将木片合二为一，上面赫然显现8个大字：长白之风，猛虎之礼。两人大急过望，当即动身赶往此地。在一处隐秘山洞，他们果然发现一本武功秘籍《通臂拳》。两人开始对照拳谱刻谱练习，双手提准，上下浮动，以练习臂力；身体悬于半空，四肢绑设一箩空石块，以增强腰力；脖子挂绳睡觉，练习颈力；单脚神堆，以练习脚力。然后焚香熏目，直至双眼通红，以此练就目力。最后又将竹钳绑于腿后，以马步姿势夹住水缸行走，直到水缸被胯力压碎为止。两人练好基本功，又根据自身的特点练习拳柱。周伦适合醉拳，他的拳法犹如醉拳，似醉非醉，轻盈灵动；韦冲则适合灵拳，以灵活迅捷为主。不出几月，两人功力大涨，竟能在箩空上进退自如，施展各种招数，绝有所成。韦冲又有单干的想法，他将周伦灌醉，然后回去拿上秘籍，就准备再次开溜。可刚要离开，就遇到童黑风找上门了。韦冲今非昔比，正想以示身手，他施展通臂拳独对3人，果然变得轻松了许多。没过几招，就将几人打得连连后退。童黑风见状加入战场，他用长棍在一旁偷袭，瞬间让韦冲倍感压力。正在这时，周伦再次赶来相助，他居高临下，根据对方的招式对韦冲进行指点。韦冲犹如神助，1打4进，毫不费力，压制童黑风的同时还干掉一个手下。童黑风察觉不妙，赶紧找上周伦对战。周伦虽熟读秘籍，但毕竟功力尚浅，加上拳术对长棍有天然的弱势，很快便落入下风。好在韦冲已经解决掉几个手下，连忙赶过来支援。两人分工合作，一人攻上盘，一人攻下盘。但童黑风经验老道，很快便找出破绽。他利用长棍优势将两人分开，然后将他们逐个击破。周伦见势不妙，立马上前死缠烂打，拼着受伤的威胁，成功牵制住了童黑风。韦冲见状也不犹豫，当即冲着去拼命。在这种两败俱伤的打法下，童黑风渐渐招架不住。只见韦冲踏着周伦后背一跃而起，双腿夹住童黑风，猛然用劲。童黑风顿感头痛欲裂，终于瘫倒在地。